还有多五斤，还给鸡腿、烤鸡腿，10元。编的真漂亮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吉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陕西省宝鸡市。稍微了解陕西的朋友，应该常听到陕西有东府、西府的说法。西府大体指如今的宝鸡地区，东府则是指渭南地区。其实完整的说法是三府二州。三府是中间的西安府、东边的同州府、西边的凤翔府。两州指的是西府的黔州和东府的华州。所以当我们谈到宝鸡的美食，基本都源自西府凤翔。西府人受周礼影响最深，注重礼仪，说话的音调是柔软亲和的周情雅言。西府人吃食以面条为尊，口味以酸辣见著。听老一辈人讲，自49年以来，永兴巷市场就一直存在。那时这条步行街叫人民街，那时宝鸡老火车站就建在永兴巷西南边，所以这个巷子像个聚宝盆。南来北往的人们，天南地北数不胜数的物资几乎都聚拢在这个巷子里。这里不仅是丰富物产的汇聚地，也是特色美食聚集地。对于宝鸡人来说，这条巷子是儿时不可缺少的回忆，因为大家惦记着那个味儿。豆花泡馍对凤翔人而言是渗透到血液里的爱。每天清晨，不论繁华闹市还是背街僻巷，都能看到热气腾腾的卖豆花泡馍的门店摊点，家家生意红火，座无虚席。大文学家苏轼在凤翔府任签署判官时，对豆花泡馍情有独钟，用金玉琼浆难舍口，大家赞赏。其中金指金黄的锅盔馍片，玉指洁白如玉的豆花，琼浆则是对豆浆的美誉。正宗的凤翔豆花泡馍是不放任何菜的。这种看似做法简单的小吃，其实对豆花、豆浆、油泼辣子甚至锅盔的要求都是大有讲究的。这是要煮它是吧？这是烧豆浆嘛，烧豆花。这个要小火，烧豆花的要慢火，要不人家不切吃这个热豆腐，就说太火。火大了，起锅吧，这个推的，还烧熟了，所以要小火。过去中国发面发不好，发过了，磨发酸，没发起来，磨发不起来。所以说这个豆花也是一样，你火大了，磨出来的也不行，火小了，做出来也不好。这东西就分2种点法，是吧？对，这传统煎法。传统煎法是吧？传统煎法这有石膏。石膏，是吧？那现在的人都拿葡萄糖煎，但是很多有这个血糖，这些人不太那个人不能吃那个东西，知道吧？传统煎法有2种，一个卤水，一个这个，还有个浆水，一个石膏。这你可以开。如果一次做出来那个豆花是啥？它都要加很多这个，加奥龙一点，它出来就味道就没这么好吃了，是吧？它这中正了要。那你如果说全部拿就一遍打的浆，它就发苦。豆花做出来不香了。你是为了口味确实研究的很深。比较麻烦。把几次的浆兑到一起，它就中正了嘛，做出的味道鲜，还老，不要讲到那个鲜味什么鲜，要保证原始的鲜味。
就跟人家冻羊肉一样，就放个盐。嗯。把它压碎，把这个水都坏了，然后把它捣烂捣碎，跟压豆腐一样，知道吧？把这个水分挤出来就是豆腐。咱拌呢放的辣子多一点，味道好吃。现在打的是豆浆，前面打的那个是豆花，柔一点，后边这是对着这个就是稀一点的就是豆浆。每个字意思不一样，豆花泡馍，为啥叫泡了？就是汤烧煎，不让在里边滚，叫泡。稍微一焖捞出来叫泡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里面煮，一下子煮的馍片不好吃了，汤也不好了，保证不了以前的大门这个大门这知道吧？这就干活的人熬的馍要多一点，他们看干活的，那就是比一般的人要量大一点，知道吧？对。所以我做饭呢，你看就一个盐，它这只有一个盐。对。看着漂亮。早上吃大碗能吃得了。干活的哦。好。好。3碗6块。馍多一点。馍多了。干活要干活要吃饱。这还用呗，这还有个小碗。是吧？好。
豆腐脑一样啊，对吧？挺好挺好。哎，吃起来还有主食有这个是吧？啊，荷辣汤。来了。多才要问。四个鸡脯肉，好嘞。太新鲜了。哦，这就真新鲜。好了，19.9，19.9啊。好，7块钱能看到了啊，来，给拿好啊。慢慢弄啊。吃了2个啊。好嘞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老陈的话，这边就是卖肉的很热闹，因为这边是鸡拔肉的地方。哦。8块钱1斤，他家生意好，对，人也好。这个鸡肝肉是新鲜。来。哎，我家给你添一块肝嘛，就超市买啥？我只要买东西都是来你家买。这个是17块，17块2。好嘞，还有啥肉？新鲜肉来看一下。好，稍等一下啊，小鸡3块啊。是人一片的话，卤的话可以，这2个可以放一块。哎，提醒时间稍微长一点啊，提高时间太长没那么嫩。还要分开啊。3块2，阿姨。这是咱们宝鸡的这种青椒啊。咱们宝鸡这边卖的就是宝鸡的青椒，别的辣子不卖。一碗燃面，喜气洋洋，不放辣子，嘟嘟囔囔。青椒是增香提味的最佳佐料，油泼面、臊子面、荞面、饸饹、凉皮、热米皮、粉汤羊血、饺子、包子，哪一个少了青椒都不完美。咱臊子就相当于细一点，炒个辣白菜那个啥，吃个火锅的话你就吃粗的，粗的香嘛。粗片的也好看也好吃。分得真细。叫拿宝鸡的辣子，宝鸡辣子现在卖的挺有名气的。油泼辣子更是家家必备，是让老陕上瘾的秘密武器。以辣子一道菜成为陕西8大怪之一，举世闻名。这个我们多半的辣子都是这种做的。这种青椒做的。青椒颜色鲜红，辣味浓郁，体型纤长，肉厚油大，将其碾砸成面，用油一泼，顿时芬芳四溢，满是生香。是这些辣椒是按斤卖吗？还是按斤卖。1斤多少钱？1斤现在16。真便宜。比网上便宜多了，质量绝对比网上的好。对，这都能看得见。因为这当天都是当天现磨的。碾槽在里边的。发的别人的话没香味儿，香味儿更没有当天磨的那种香味儿好。
转几圈。那陕西的或者宝鸡这块的所有的饭里头都有这个辣椒。西府地区来说，差不多每顿饭的都有。东府的话，有的地方还吃辣椒还少一点。已经好了。这全是香料。这是大料。是自己酿的醋吗？它是自己酿。哦。咋卖的？3块。这就是做岐山面的那个醋吗？哦。那个加油。还有那个加油3块，黄豆的。20。多少钱一个？3块。都知道山西人很爱吃醋，实际上宝鸡岐山人爱吃醋比山西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里酿出的醋酸而不涩，浓而不烈，很远路过都能闻到那股香酸味儿。我咸海有啥？你拿谁咸海的？我知道。哦。人是这几个。去年还有到五斤，还给你看钱的，还不多钱满的，经常吃看醋。看不钱我就不来了。就是。这来娃的一个礼拜只来一回，有时间人把时间记错了，他就过去了。哦。什么不买来期间都是4个小时。好，买个这。哦。我领的时候有头餐、2餐上汤。哦。就是，假如说100斤曲子，大多是水往吃溜。领的水越少，价格越高。哎，给我多的。多吃了。22块钱。一桶醋能出多长时间？中行易支付收款10.5元。你吃醋个人就可以吗？要根据家里人吃法，家里有时候人多干就吃几块。就吃完了就过来。就吃几麦。这个就这里。19、20块钱哦。20。走啊。哦，继续走。中行易支付收款20元。好的啊。我还没到过，你这种是给出口跟这地子。对。现都29年了，年一过就30年了。对啊。对。盖子就是。这不加任何东西。不一样的。4斤。对。还给我做一刀去。倒一下子。别，谢了啊。慢，拿好。12天，结实。生意好，没办法。
这不是，这不是这个问题。人原得有这个城镇的。你城镇你随便他城市卖都可以。咱只不过你弄城镇的，到啥时候去他都稳定着。对。但害怕你弄虚作假就不行，你卖不下将近30年。对。那个。这东西就是一个质量才能赢得这个成型，你没有质量就赢得不了成型。对，你质量不好，你成型好，你把质量做不上去，谁跑来都成。这是最起码的。人说成型第一，其实上要质量第一。周礼中有昔人长五旗，七租。五旗就是我国古代酿造的5个过程。中班婺源类考中考证，周时已有醋，一名苦酒，周时称稀。稀人是周王朝设立的掌管祭祀和王室公族饮食的官职。民间传说，周灭商后，姜子牙出于对醋的偏爱而自封为醋坛神。醋的酿制在西岐故土代代传承，汉时已进入商事领域，至今岐山农家还保持做醋的习惯，由此衍生出了众多岐山美味，可以说是达到了无醋不欢的程度。4块5，6块5。经常吃吗？好吃啊！好吃。核桃馍是陕南的著名传统特色面食，原名满汉龙凤喜饼。最早在清朝乾隆年间，由一家福星老号的王姓掌门师傅发明而制。23块7。将核桃仁去皮后，与椒盐等香料一起制成内馅，裹在面皮里，放入烤炉里烘烤。核桃馍的香气是多重香味的完美融合，核桃的醇厚，面皮的香脆，独特的油香与香料激发的面香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滋味。这个太有特色了。汉中那样也很陕西。然后我们刚才做的也是那种椭圆形的圆的，跟鲁街那个差不多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在05年左右的时候做的，然后改过来做的这种。我们汉中那个店开的时间长了，在这边的话，今年是15年。
吃以后如果弄不好的话，它会导致做出来就半边厚半边薄，或者就是有的地方厚，有的地方薄。哦，所以这一步很关键。一天得用多少斤面？差不多，像平时忙下的话，200来斤面。平时的话，差不多就是100来斤。我在这边时间也不长。当时我说刚开始过来是1个人。最好的像是去年发展的那个时候。一个差不多2个人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天刚面粉的话，最多做3个人。然后我就是从晚上3点开始，做到第二天中午2点多然后就上班。做了。烤好的核桃膜酥松香脆，每一刀下去都传来悦耳的咔嚓脆响。真正咬下去的瞬间，混合的浓香脆生生地充斥口腔，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。1块3。这是啥白菜？长得这么高？这是那个菊花心。菊花心。长成烟菜一样的。这个烟菜。这今年长得不好嘛？今年这个长得好。今年这个长得大。今年长得好。今年长得还好。今年长得大。你说不长得不好是它不大是吧？不是，看着散的很。这个菜它在老在身上都是个散的。你看这个虫子还多了。虫子多说明没打药。这是最后这一次。多少钱一斤？8毛。师傅，你给夸我给你夸着来给你补充，你夸，我给你夸。你们买回去干嘛？腌菜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白菜啊，炒着是特别好吃。它那个特别好熟，特别好熟。这芥菜搁咋卖的？1块3。2斤大。腌酸菜。这个白菜呀。这个刚白菜。1块钱。我今天收的40块。这是这是什么？这是羊血。羊血，这咋卖的10块，拿1
菜粉条炖上那种。哦。烩你吃羊肉的，跟羊肉烩到一块一炖也可以。哦。啊。哦。多少多钱？7块9。我要一个小的。好吃。好吃啊。这是拿什么面做的？粗粮，也是挂面。哦，现在人讲究吃粗粮。凤翔挂面的制作始于宋朝。咱们这儿吃的那个岐山臊子面，几乎就用这个挂面。就是这面。哦。诗人黄庭坚的《过土山寨》诗云：“南风日日纵蒿称，时习北风将我行。汤品一杯银线乱，蒌蒿数柱玉簪痕。”银线说的就是挂面，凤翔民间人亦称为手工挂面。6块钱一斤，1包2斤；菠菜面7块钱一斤，1包2斤。这个是荞面，这个是苦荞面，这个是东北的粘玉米面条，这个全部都是手工面。这都是咱自己做的。就是在人民币，我现在就在人民币，你这鸡毛房这个。出来那一块还是咱一个我接受这个，走到头了还没看见。美女，手面。我弄3块钱的啊。永兴巷这里的清蒸肉丁胡辣汤味道不错，里面配有海带、豆腐、豆腐皮、花生米，没有很重的调料味和醋味，调和得很适口。让人惊喜的是这硕大的水煎包，金黄色的皮泛着锅巴一样的香味，因了油脂和火的加入而更加香喷喷。馅儿是萝卜粉条的，萝卜的口感像榨菜一样爽脆，虽然是素馅儿的，但品出了自然和旧时的味道，让人边吃边激活了记忆。这就是牛肉臊子啊。哎，以前跑10个头。哇塞！这不太小了，这一小就光。卖不成了。还有比这个还有元包子。元包子已经卖完了。太大了，太大了。
永兴巷的扛把子灵感人葫芦头，从1994年开始经营到现在。据说老板儿子结婚，我们也尝尝另一家老字号的葫芦头，据说是孙思邈从挂在拐杖上的葫芦里给了调配的中药。猪大肠被中药炖煮后变得很鲜美，且没有脏气味而得名。一大碗香味四溢的葫芦头，汤汁浓郁鲜美，炖煮好的肥肠吃起来爽滑弹牙，越吃越香。北味足汤汁的模块才是重头戏，入口绵软却不失韧劲，汤汁的鲜香都已融入其中，一口接着一口，让人欲罢不能。啊，这都是分开的，都是刚分的，随便选。15块1，15元，你看看。编的真漂亮。咋卖的？2块。2块。这叫什么柿子？火罐罐柿子。火罐。要大的，你反正还要1号。以前抢我的吧？会学机器了，生活不动了。来，这个收了。有点辣也可以。今天我们不仅品尝了永兴巷的早市美食，也拜访了连在一起的人民街菜市场。35块9，280，38块7。咋卖的？13一斤。这是猪肝，鲜的。鲜的，真鲜。别过来那个，来给个还有，跑了。来这边就好了。你瞧，看看这个，你不认识我是吧？我认识你，我认识我就比你了。没我扛鞋的。对，我把这个，要你发交呗，这个贵妇的事情。就给发。给我10点人，给我这多少钱说过？我说你不要我，你还我，你不要我。你把火车开过来了。那个车弄回去了。杨家，杨家，这你自己种的啊？您自己种？自己种。
泡黏套该是2毛铺一个来拍，但是有1毛铺。第一个金台馆离钱一咋办？你去看馆离钱高么远？金台馆高得很。哦，离钱的距离只有一咋办？实际上是人有多高，钱有多高。你到个地方哭泣可走了。不让吗？宝鸡有个金台关，离天只有5尺半。关里有个张三丰太极神功翻瓦罐。来到宝鸡金台关，就会感悟到这句民间谚语的意境了。据说金台关是道家张三丰修建的，1970年代前后是宝鸡市博物馆，曾经有许多国宝级青铜器。40多年前，宝鸡市还没有一处像样的公园。金台关因为北依陵园，总体布局依山就势，坡面上有些山林松柏。作为全国唯一主奉张三丰的道教公关，金台关农历10月初10会举办传统庙会。我们正好赶上了宝鸡1年1度的盛事，方圆百里前来拜神求福的香客游人们络绎不绝，自然就有了当地知名餐饮老店在大集上开设的实惠至极的小吃。好了，他这个是2个饭锅都在一个对立的，还有社会化的，卫生的，饭锅都在一个对立的，我不知道我老干什么的。这个饭锅我们老那个饭锅干净吗？烤鸡腿，4元3个。锅盔是宝鸡凤翔民间4季家常食品。无论是在城镇集市街道，还是在乡下农家，或是赶集逛庙会，方可看到一盏厚的如锅盖似的锅盔。相传周文王伐纣时，锅盔就被当作士兵的军粮。在凤翔，至今还有一个锅盔品种叫文王锅盔。锅盔的保质期比较长，适合较长时间的存放和携带。这和锅盔的用料和制作方法密不可分。给11块钱，11块钱。烤鸡腿，4元3个，4元3个。烤鸡腿，4元3个。这个你这个长长，就是看的，人家好事儿，什么贵。拐枣叫枣，但不是枣。这种野果，它的形状非常的怪异，呈扭曲状，似鸡爪，但是味道很甜，犹如枣子。拐枣也叫鸡脚枣。它是鼠李科纸菊属落叶乔木，学名叫纸菊。在宝鸡美食中有2种泡馍脍炙人口，一个是豆花泡馍，另一个是羊肉泡馍。宝鸡羊肉泡馍的加工主要以卯馍为主，汤类似于渭南水盆。与西安、东府不同的是，碗里泡的是厚的斜切成长形条块的发面锅盔。开羊肉泡馍馆的大多不是回民，这里的水盆羊肉肉片多，汤汁鲜，羊汤里除了香菜、木耳，上面还会撒上葱花、香菜，油窜在空气中的羊肉香肆意撩动着人们口腹之欲的瘾。要了一碗，这种酣畅淋漓的满足是任何美食也不能比拟，能轻松给人带来从口到心的畅快温暖。
小的，俺就吃错。这的。白糖红色。大马大马10块。大马大。你怎么说的？给多涨点吗？你怎么说的？大马大。那刚先涨了，刚涨了。大马大。要的不？俺都是吧，把这走着走。那是放哨子。慢慢嚼。别